第二次淮南叛变，司马师眼球爆出，硬撑着前往许昌。当时司马昭立刻就赶到许昌，同一个时间朝廷发布他为魏将军。他见了他哥哥之后，就简单交代了几句，司马师也就死掉了。司马昭在慌乱之中结尾。司马师的死讯传出去之后，当时这13岁的皇帝曹髦就立刻下令叫司马昭留镇许昌。司马昭心里面很不爽，哥一死，你就要把我的兵权收回来。当时接下哥哥的兵权，亲自带着大军直扑洛阳。曹髦夺权的计谋就失败，司马昭立刻定位为大将军。对司马昭来讲，第一个考验就过去，很快第3次淮南战役开始。对东吴来讲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这一仗东吴打败，彻底断绝了吴军北伐能力，未来统一的道路在此宣告铺平。所以司马昭的个人声望啊，达到前所未有的大。对他来说，换位的列车要全力开动，建构司马家的天下。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修。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历史讲堂晋朝开国的故事啊。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3代4人的故事呢，现在已经前进到了司马昭啊。我们都知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千古名句是在形容呢司马昭当时篡位的野心太大，臭不可闻闻啊。从小昭昭，现在正式要来掌权了。他如何掌权呢？那为什么会安上臭名满名的司马昭之心呢？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司马昭如何在慌乱之中继承了哥哥的位置，一步一步要实现野心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重大意外，导致人遗臭千年到现在，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啊。那我们来欢迎啊大昭昭终于登位了哈。那讲到历史故事找谁呢？我们来欢迎王立本老师，学长好。学弟好，还有全世界的观众大家好。是像我们司马昭的故事要继续了啊！我们上一讲了小昭昭是怎么样产生的哈，那现在小昭昭变大昭昭了哈，因为他正是要自己要当老大的时候了。上次我们讲到司马师啊，在许昌被文鸯吓了眼珠子蹦出来之后呢，就快挂了哈。司马昭这时间呢，匆忙的赶赴许昌啊，去见哥哥最后一面哦。这时候开始发生什么故事呢？好，终于大任要降到司马昭的身上了，对不对？我们前面我在讲到司马懿跟司马师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司马昭其实还是非常生嫩，比如说在高平陵之变的时候，他非常的紧张。那哥哥给他表现，在东兴战役的时候，他有指挥失误。不过，毕竟这个重担是要降到他身上，就是司马懿当初搞了双保险嘛，同时培养他这2个儿子，其实目的就是预备着，如果一旦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司马昭必须要接任上来。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他的父亲跟他的哥哥都刻意给他表现的机会，让他统兵打仗，不论是在西线雍凉这一带，或者在东线淮南这一带。但是不论怎么样，他的哥哥就在第2次平定淮南叛变的时候，就这样死掉了。死掉了，对当时整个曹魏的政局来讲，还是一个很大的突变啊！因为大家其实没有预料到司马师这么早就死掉了。对，那就表示说司马昭等于是在慌乱之中结尾的。我们前面有讲过，其实当时曹魏朝廷里面潜在的反司马家的势力跟反司马家的想法的人还非常多哈。所以司马昭如果这个时候有任何一个步骤，如果出了任何一点问题的话，那恐怕就会让他哥哥跟他父亲所经营这么长一段时间的基业，可以说功亏一篑，甚至于付之一炬都是有可能。当时司马师还是硬撑着哈，他的部队就护送着司马师前往许昌。历史上记载，司马师这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已经在昏迷的状态，所以你想想看，眼球爆出，大量流血，对，几乎可以说是撑着最后一口气要赶回许昌哦。许昌这边可以说是司马家的老地盘，当时司马昭也立刻就赶到了许昌哦，跟他哥哥会合哈。当时司马昭赶到许昌的时候，同一个时间朝廷就发布他为魏将军，等于是坐着2把手的位置。如果他哥这一次就断气就死了，他马上就可以接上去了哈。果然哈，他见了他哥哥之后，他哥哥只简单交代了几句，这司马师也就死掉了哈。死掉之后，马上震荡就发生了。司马师的死讯一传出去之后，当时的就13岁曹魏的皇帝曹髦就立刻下令叫司马昭留镇许昌。当他的理由是说，担心东吴的部队又蠢蠢欲动，在淮南这边生事了，所以你留在许昌不要动。当时他叫尚书复古带领了大军回到洛阳。我们知道尚书就是皇帝的秘书哈，这等于是很明摆的，曹髦要把司马昭的兵权收回去哈。这当然是用心非常的深啊。不过这件事我认为就奠定了后来司马昭对曹髦有非常深的心结，等于我哥一死，你就要把我的兵权收回来嘛。他心里面当然是很不爽。
但是命令一下之后，当时复古跟另外一位很重要的，后来地位越来越高的钟会两个人就建议司马昭千万不可以听从这个命令，接下哥哥的兵权，亲自率军立刻赶回洛阳。司马昭也马上听从他们两个人的建议之后，就带着司马师的部队，其实司马师部队相当多几乎把淮南地区的主力部队都带着，所以我们可以说司马昭等于是带着大军回师直扑洛阳，等于是曹髦夺权的计谋就失败了回到洛阳之后的司马昭立刻就进位为大将军，对，就马上顶了他哥哥的位置。另外他还增加一些比他哥哥更多的头衔，比如说加4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什么叫录尚书事？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总统府的国安会也由他来接管。此外，当时曹魏的朝廷还下令可以让他战败不明，剑履上殿，简单讲可以佩挂着宝剑，可以直闯金銮宝殿，这是非常高的荣耀了另外在256年的时候，他又被朝廷进位为大都督另外把他的爵位封为高都县公，加9次又加封3个食邑。不过各位前面讲的他这些上朝的特权，另外还有进位为大都督，增加他的爵位，加9次，这些都被司马昭所推辞了其实这些对司马昭来讲意义不大，因为只是增加他的头衔而已。最大的意义是在于大将军、侍中、录尚书事这些比较重要，掌握实权一些礼节的东西我补充一下，他这个是学曹丕啦，这是当时的士族需要美名在外，所谓禅让，他需要一个礼法的制度因为曹丕他就创了很多的礼制，而这样的礼制就被司马昭所参考，他准备要来进行，所以他要开始推辞。所以一旦进行到这些礼节的时候，很明显会出现一个状况是，曹髦就会知道说他接下来就是要废他，然后他要自己称帝了。所以曹髦虽然一边配合演戏，但是呢，曹髦是不愿意被他控制的这里可以讲一下，就曹髦这个人的性格蛮特别的史称他有魏武之风所以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傀儡皇，就像刚才学长讲的，性格相当强烈了。对，10几岁就知道要跟司马昭来硬的但是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啦。好，基本上司马昭拒绝了这一些头衔跟名誉，还有这些特权，就是说接下我哥哥的位置，但我并不急着要篡位也等于是暂时安定一下朝政的状况。所以是对司马昭来讲，等于是第一个考验就过去，很快更重大的考验就开始了。什么事情呢？就是淮南这边又开始出现了第3次的叛乱是这边有几个点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说，其实对司马昭来讲，他当然是已经启动篡位的程序了，但是曹髦必然有几个因素让他有所疑惧了第一个，曹髦似乎对他来讲用了一些心思；第二个，曹髦毕竟是司马师透过郭太后所立的；再来呢，曹髦事实上他是曹丕的孙子嘛。所以他的血统的纯正性还是很高的所以以至于说司马昭对曹髦是没有办法100%压制的，奇怪他看他不起当然内政的部分出安，结果没想到跟司马师一模一样马上淮南又起事了。就像这次淮南换谁出来搞事，在257年的时候，各位其实我们讲淮南已经讲了很久，对不对？从司马懿的屯田一路讲到现在其实这边我可以告诉各位，整个三国的历史后1/3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魏吴之间的淮南战争。我宏观点看，这个仗从头到尾大概打了20年各位时间相当长所以也可以说是三国后期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状况。当时东吴一方面还有长江天险嘛，所以他在防卫态势上比较强大；二方面东吴始终有个基本国色，就是他拿下荆州之后，始终想要拿下淮南，因为有了淮南之后，他才能在长江下游比较巩固的这个防线。但是对曹魏来讲，淮南当然也不能丢，因为你掌握了有一个很稳固、军事跟经济准备都非常丰富的淮南，才有可能作为未来进攻江南的跳板。所以对当时的魏吴两国来讲，淮南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才会有这么长久的战争嘛。前面我们讲到第2次淮南所谓的寿春叛乱的时候，我们讲最后万秋俭死掉，文钦父子带着残余的部队退入东吴。这场战役在司马师死掉之后，那主要镇守在淮南的就是由前2次平定淮南事变都立下战功，并且在新城战役跟东兴战役当中都扮演非常重要角色的诸葛诞。诸葛诞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他也是琅琊诸葛氏。那琅琊诸葛氏当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氏族在3个国家里面都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诸葛诞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物其实诸葛诞有相当丰富的作战经验，各位，他早年的时候跟着王陵作战，后来又跟着司马懿作战到了后来他已经有独当一面作为一方统帅资格当然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他在东兴战役当中等于是担任司马昭的副手兼前锋官嘛。可是这场战役当中到后来是司马昭的指挥不当，所以导致在东兴这边吃了一场大败仗，败在诸葛恪的手上。等到第2次淮南战役，我们知道诸葛诞在战役当中表现良好
可以说击溃冠丘俭跟文钦很重要的功臣之一就是他。所以他在战役结束，司马师死掉之后，司马昭稳定住曹局之后，很快就任命诸葛诞担任淮南地区的守将。他当时是担任征东大将军，统诸淮南诸军事，可以说淮南地区的一把手啊。这个史书有记载，在一般朝野看法当中，诸葛诞是不折不扣的司马家的人，但实际上在平定第二次淮南叛变之后啊，诸葛诞他的心态跟他的观念都已经默默的发生一些改变。主要改变的原因有几个，首先第一个，我们知道诸葛诞本身也是出身士族哈，对，早年的时候他跟夏侯玄等人是齐名的哈。当时可以说在朝野当中有非常好的名声，被称作魏国四聪。夏侯玄、诸葛诞、邓阳，还有一个田畴。对，这4个人都是文武双全，而且出身都非常好，他们的家世都相当的高贵的，可以说4个贵族公子。我告诉各位，根据史书记载，诸葛诞跟邓阳还有夏侯玄都是好朋友，他们幼年时期就认识。那我们知道后来邓阳跟夏侯玄的下场相当悲惨，是不是？被当作曹爽党的处理掉了。对，没错，都是被屠灭3族到这种地步啊。坦白讲啊，夏侯玄跟邓阳他们固然是反对司马家，但是实际上他们跟司马家关系过去也都不差，尤其是夏侯玄，而且这2个人本质上是文人他们2个并没有统帅的经验，等于是司马家用非常残酷血腥的方法把2个文人世家全部杀光，各位可以想想看有多可怕的事情啊！所以这件事情深深震撼了诸葛诞，他认为司马家迟早有一天可能会找一个什么理由发动整肃，那就有可能清算到他头上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看不起司马昭啊，他一向轻视司马昭。我们知道司马昭在前面的表现一开始相当的稚嫩，对不对？犯过许多错误，而且各位你仔细回想一下前面，无论是淮南的叛变，或者是几次重要的魏吴之间在淮南这边的交锋，魏国唯一的一场败仗就是东兴战役，就这场败仗的指挥官就是司马昭，而且这场战役当中，诸葛诞等于是担任司马昭的副手啊。那这场战役最后失败的结果，还要靠他的哥哥帮他 cover 嘛。诸葛诞差一点还成为替罪羔羊。对，本来一开始说把所有责任推在他身上，对啊，相信诸葛诞当时也一定捏一把冷汗。他也看到司马昭咔嚓就把王毅给做掉了。对啊，只是人家讲了一句实话，他就把一个尚书给杀掉了，已经到这种地步。所以对当时的诸葛诞来讲，司马师死掉，司马昭当家，未来如果真的2个人发生军事上的对决的话，诸葛诞他认为司马昭不会是他的对手。但是诸葛诞也破算一件，司马昭其实已经成长相当多了，对不对？已经不是那时候东兴战役那一位手忙脚乱的统帅了哈。第3个原因是什么？诸葛诞是亲自参加前2次平定淮南作战，一方面淮南地区的地缘人员他都非常的熟悉，这是一方面；二方面他是亲眼看到王陵冠丘俭是如何败亡，所以前面的经验让他吸取到教训，他知道下一次如果要在淮南这边举大事的话，必须要吸取前面的教训。所以他认为，首先第一个，他是要握有一支绝对效忠他的部队啊。我们看前面司马师平定第2次淮南叛变的时候，几乎是曹魏大军一到，冠丘俭跟文钦很多部下阵前就倒戈了，对，他认为绝对不能够有这样的情形。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他一定要跟东吴方面有良好的配合。其实我告诉各位，关键就是东吴的增援够不够力了。对，如果东吴的增援不够力，就打不下去了哈。那诸葛诞他认为说，文钦已经逃到南方去了，东吴也很想拿下这淮南。如果他这一次举兵叛魏的话，他认为东吴的增援会比前2次更有力哈。很明显他算错了，对不对？他高估了东吴朝廷的增援实力啊，这我们后面就看到。所以基于以上3点，他就认为他是有把握的。所以在第2次淮南事变结束之后，诸葛诞就开始一方面圈养死士，他到底圈养了多少死士，我们不太知道哈，有不一样的记载，有人说数百人，有人说数千，反正他是有一批亲卫队，对他个人是绝对的效忠。二方面啊，他开始做2件事，他找了一个理由，把当时的扬州刺史乐琛，扬州刺史等于是淮南地区2把手嘛，结果他找了一个理由，竟然就把乐琛给杀掉。杀掉乐琛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件大事，也等于是他准备要宣告造反。另外他立刻派了他的一个部下叫吴刚带着他的儿子诸葛瑾，另外还有几个军官的小孩到东吴去做人质请求东吴立刻派援兵北上。杀乐琛这个事情一发出之后，马上就有一些曹魏的将领不愿意跟着诸葛诞叛变立刻就离开了诸葛诞，就回到了洛阳所以诸葛诞叛变的事情很快就坐实了。当司马昭知道消息之后，马上有所反应这
这一仗可以说是三国后半段之后规模最大的一仗。我可以告诉各位，魏吴两国动员规模甚至超过后来的灭蜀这样的一个灭国战争的规模哈。根据晋书记载，司马昭总共征召了山东、河南还有河北这一带的部队，甚至连驻守在关中部分的部队都征调过来，总共步骑加起来26万，哇，这个规模相当大，而且还要求郭太后跟皇帝曹髦亲自下诏，可以说全国总动员，从洛阳由皇太后跟皇帝亲征。另外几个比较重要的主要担任作战任务是当时的镇东将军王基。各位，王基很早的时候就跟王陵驻守在淮南这一带，一直以来等于在这一带都有做一些准备另外还有安东将军陈谦，王基跟陈谦就担任这一次非常重要的2位平乱的前锋总司令另外他们的部下包括石袍、胡直、周泰等人，这些人他们的部队过去主要是驻守在山东，所以这次担任主攻的看起来就是在山东地区保卫的部队他们带领前锋的部队大概差不多10万人向前挺进。在开战之前，当时这些将领就跟司马昭在商议说我们要怎么打这一仗。司马昭经过这几年的各种事变之后，他的心态跟战略眼光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一仗他的战略眼光完全正确史书记载是非常多，我们整理一下。当时他就指出了3件很重要的事情。首先第一点，他认为寿春城是非常坚固的一座城市，经营了相当久而且据说诸葛诞已经在城中囤积了足供好几个月食用的粮食，有不同记载，有人说他粮食可以供吃1年，有人说可以供吃几个月，反正就是粮食相当充足，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难攻坚固的一座城市。但是他认为诸葛诞要赢得这场战役，最重要的就是东吴的援助必须早日到达，而且必须要全力出击所以简单讲，他认为对淮南或者说对寿春只能围而不打，先把它封锁包围起来。另外利用战术上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叫围点打援，因为他的兵力还是相当强大的嘛，20几万的部队足以把寿春城包围起来。如果打到寿春这边，基本上整个作战的态势就会变成陆战为主了。我们知道东吴的部队水战很行，但是陆战其实战斗力并不那么强，缺马，长期来说缺马，大部分跟曹魏作战，东吴都是输掉了。所以只要能够把淮南团团包围击溃东吴的援军，这场战役阵地就会在曹魏这边。因为还有一点当时司马昭也很准确的算到，他认为诸葛诞跟文钦必然不和，这个我们也不意外，因为上一次文钦叛变失败，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诸葛诞，你跟着司马师把万秋俭跟我干掉了，对不对？万秋俭还死掉了，害我逃到东吴去，又做了一个降将。这一次你竟然自己在这边据地称王叛变了，文钦心里面一定是不爽。另外诸葛诞也不可能相信文钦、文鸯、文虎父子3人嘛，过去这些种种的过节，所以司马昭一开始就认为，如果真发生作战的话，文钦跟诸葛诞之间很难团结合作。果然是这样好，我们再看东吴方面知道诸葛诞叛变之后，当时东吴的宰相也是大将军大名鼎鼎的孙称各位这个孙家到了后期都是这些怪咖，对不对这边稍微解释一下大家还记得孙峻吗？2叛的时候是孙峻对，到3叛的时候已经到了孙称。孙峻、孙称是堂兄弟，他们当皇帝的地位不高，但是对于掌握朝中的大权这件事情，他们的兴趣就非常浓厚。对，但是有个特色就是，不管孙峻还是孙称，都以2字著称无能。孙称当时得到消息之后也非常兴奋，因为他觉得诸葛诞是一员战将，而且距离上次淮南2叛也没有很久嘛，对不对？短短3年而已，只有淮南又出事了孙称当时也动员吴国的主力，动员多少史书记载不一，但是我们如果综合来看的话，水陆军加起来不下16万人。各位26万的魏军，16万的吴军，双方交战兵力加起来已经差不多到40几万，这个规模已经媲美甚至于超过当年的赤壁之战了。你就可以知道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决战，等于是决定淮南的所有权我们看前面所有淮南地区的作战都等于是这一仗序幕，到这个时候才是双方主力真正决战嘛。所以到了257年夏季之后，双方就在寿春南北这一带展开激烈的作战。孙称本身并没有什么作战的能力当时孙称派的2股援军第一股就是由当时的文钦、文鸯、文虎父子带着过去的降军，还有一部分东吴的援军，大概3万多人，用很快的速度立刻就向寿春城挺进。我认为他们挺进的速度那么快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驻扎的地区可能距离寿春也不远。当时除了文钦父子3人之外，另外还有吴将唐咨、权泽跟权端大概带3万多部队，趁着包围圈还没有完全围起来之前，据说是从寿春的东北方进入到寿春城。一进入到寿春城之后，寿春曾经一度还士气大振，你看援军这么快就到了，对不对？其实进入包围圈也是送给
魏军包围而已嘛，其实那个意义没有那么大。进入到寿春之后，其实这场战役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当时的镇东将军王基。王基当时就一方面命令他的主力部队包围寿春，另外他叫陈谦、周泰等人带领另外一支部队开始南下去打。主要是要对付孙称的主力啊。孙称当时是命令2个人率军北上解围，一个就是朱毅，另外一个是老将丁奉。朱毅的父亲就是朱桓，也是朱张顾陆4大家族之一。其实朱毅过去在淮南这边是有作战经验的，他并不是无能之辈哈。另外丁奉不用讲了，老将啦，对不对？他们就带领了吴军大概7万人左右，向寿春那边挺进，就跟陈谦、周泰、胡直这些部队展开激烈的战斗，打得相当惨烈哦。各位可以说整个队伍的主要作战就在这，双方激烈交战，但是连打3仗，吴军都失利，频频后退。看到吴军失利向后退之后，当时的孙称非常的紧张哦，说你怎么可以打输呢啊？就不断的派援军叫朱毅继续向前挺进，负责解围。就几次接触都打了败仗，朱毅都不太愿意打。朱毅认为说应该把部队往后退一下，重新整理，跟援军会合哈，在北上。所以这个朱毅就跟孙称发生了很激烈的争吵啊。各位，你孙称没有本事到前线作战，你躲在巢湖的船上，随时准备绕跑也就算了，但是你最起码你在后方，你要帮部队保住他的粮道，保住他的后勤基地啊，是不是？就没有想到孙称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在我看，孙称大概从头到尾就躲在船上，只要听到前面的战败，他就叫朱毅继续向前打，不准向后退哈。当时王基见吴军的调度协调有问题啊，他就命令另外一位魏军很重要的将领，担任泰山太守的胡烈啊，带领了一支骑兵，大概5000人而已啊，连夜绕到了都路这边，一举攻占都路，然后将吴军的粮食全部放火烧掉。这件事情让屡屡战败，心情已经不好了。朱毅一听到后方竟然粮道被烧掉，整个军心都动摇，他就紧急向后撤退啊。当时朱毅就告诉孙称，这个仗不能再打，因为如果继续再打下去的话，可能我们自己的后路都会被抄掉啊。所以当时朱毅是主张全线先向后退，重新整理之后再说哈。可是孙称却非常的急，我们知道孙称这时候才接位没有很久，所以孙称也很想要赶快打一场胜仗立威啊，所以他就不准朱毅后退。据说2个人发生非常严重的争吵啊，孙称竟然恼羞成怒，就把朱毅给杀掉了哈。各位，朱毅是重要将领，所以杀掉朱毅这件事情，让整个吴军的士气可以说瞬间崩盘啊！从此之后，吴军就再也没有有力的解围作战。我告诉各位，朱毅的战败跟都路的被焚毁，就决定整个战役的胜败了。我们可以这样讲，因为就表示解围失败，司马昭围点打援的战术就成功了。对，消息传到寿春城里面之后，一时间造成寿春城内部人心动摇哈。当时寿春城里面，文钦跟诸葛诞就有非常多不同的看法。当时诸葛诞的部下大部分都认为说这个仗打不下去了，吴军已经被击败了，我们应该趁现在我们还有力量的时候向南方突围。各位还记得吗？其实上次文钦他们自己就放弃寿春向南突围，他们不止3个人才逃出去了哈。所以这一次诸葛诞就想要突围，尤其诸葛诞的2个部下，一个叫蒋班，一个叫焦义，他们主张突围。诸葛诞一开始也是比较倾向于突围，可是文钦反对突围啊。文钦反对突围的理由是说，我这次带着3万部队进城，有很多是吴军，包括吴军的将领也来啦。我们刚前面讲像唐咨啊、任端、任泽啊，所以他认为说东吴绝对不会袖手旁观，不可能把自己的几万将士丢在寿春城这边不管。孙称这些人一定会再组织一次解围作战啊。说真的，文钦从头到尾都太高估东吴跟孙称了。当时诸葛诞跟文钦矛盾就越来越深，到了后来文钦甚至还出一个点子跟诸葛诞讲，我说这样吧，你让北方人全部出去投降，因为很多驻守在寿春这边的曹魏军队是北方下来的，然后把寿春城交给我们这些南军来防守。各位，诸葛诞怎么可能呢？诸葛诞这样做，他等于自己就变成文钦的俘虏嘛。对，而且2个人本来就有矛盾啊，所以这件事情让诸葛诞非常生气啊。最后发生严重的冲突，诸葛诞竟然就把文钦逮捕就杀掉了哈。各位，把文钦杀掉这件事，代表寿春城内部各派系部队正式宣告分裂。对，杀掉了文钦之后，文钦的儿子骁勇善战的文鸯跟另外一个儿子文虎，知道自己父亲被杀掉之后，当然就不可能继续待在寿春里面，他就带领了数千人哦，直接突围而出，向司马昭投降哦。各位还记不记得司马师怎么死的？可以说被文鸯震撼而死。所以他们2个投奔过去之后，其实是冒了很大的危险啊。
结果司马昭这时候就发挥他的政治智慧不但没有处罚他们两个人，而且立刻把他们两个可以说加官进爵，后来都封侯咯。是我们知道文鸯后来一直到西晋时代都还非常活跃，在跟外族作战，始终受到重用他封侯的这个政治手段是非常正确的马上就进一步瓦解了寿春城内部的士气我们可以这样讲。另外钟会在此时也建议司马昭采取更进一步的分化方式故意放了谣言到寿春城里面，说孙策已经杀红眼你知道全家跟朱家都是东吴的老将嘛，对不对？对。其实朱毅其实没有犯什么错各位，朱毅不过是解围受阻嘛，而且朱毅并没有说要逃走，只是说我们部队先往后再整理一下，重新整顿再发动攻势。是孙策完全不懂军事，在那边瞎指挥嘛。朱毅杀掉这件事情，对全端跟全义这两个人来讲是很大的震撼等于是我们的同僚被杀掉了，那你孙策杀红了眼，什么时候还会再乱杀人就很难说。这时候谣言适时的就放到了城内，说孙策因为觉得全端跟全义在城内作战不利，对，没有配合解围部队有什么行动，所以非常的生气，准备要杀掉他们的家人。其实我们今天看起来这个谣言也不是那么高，完全是因为大家对孙策没有任何的信心。没错。另外还有一个人在这场战役当中其实也稍微露脸一下，就是陆抗。陆抗当时也带领了来自柴桑，就是江西这里的部队本来是要到第2波、第3波的增援要上来。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朱毅的想法没有错因为吴军后面还有增援部队嘛，是不是？所以等到陆抗这些人部队从江西上来之后，稍微整理一下，重振旗鼓，再发动解围是可行的。这边更凸显了孙策根本不懂军事哎呀，孙家这两个宝贝兄弟真是断送了东吴的大好前程结果全端跟全义因为心生恐惧，紧接着也率军出城向曹魏王姬投降。各位，这件事情很重大我们前面讲文鸯跟文虎还可以说是过去曹魏的旧将嘛，可是全端跟全义是世代在东吴为将的对，等于是标准的南方人，都已经不想再回去了这等于是直接背叛祖国，对曹魏投降。而且他是带着一家老小，后来他的子侄辈的，像是这边有写到的全晋，还有在建业城，就是当时东吴首都的全仪、全义这一些全家跑光光而且司马昭给他的封赏非常丰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们是东吴老将嘛，他们投降的意义很大，而且他们也看到把司马师害死的文鸯竟然都可以得到赦免。对司马昭都没有计较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其实这里我们可以讲一件事，就是说淮南三派不止在军事上打得非常激烈，在政治的攻防上也是一边司马昭是非常有手腕，那同一时间对比一样是全程领阵的孙策就是非常低能，所以这场大战是非常有关键性指标意义的。对，没错等到全家这些人投向曹魏之后，等于是宣告这个战就打不下去了是，那司马昭就认为这时候收网的时间已经到，他就下令陈谦跟王姬等人督率所有的部队，就是把过去负责打援的部队也收缩回来开始对寿春发动猛烈的攻击后来很快就在258年甘露3年的正月，当时整个城里面的状况非常不好，到了2月的时候，终于就把寿春城给攻破了。攻破之后，诸葛诞只好突亡。诸葛诞本来想要带领他的数千名死士向南方突围，但是在突围的路上，据说遭到他的部下胡奋这些人乱箭射杀。另外冲进来的吴国的将领当中，于权等人力战而死另外像唐咨、王作这些吴国的将领，后来觉得大势已去了，就向魏军投降。基本上第3次淮南战役就结束了有人研究计算过，第3次淮南战役除了诸葛诞原先在寿春城内大概有4到5万人，3万东吴的援军，再加上东吴之前上来解围在巢湖沿岸地区6战6败所做的损失，这一仗东吴的损失应该在10万人以上，可以说是大败也是彻底断绝了吴军未来再拿回淮南的任何一个希望。其实这是对东吴来讲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结果这一仗东吴打成这个样子他等于是把过去从孙权时代以来所积累的很多基础给打掉了。对，没错，全部都打光了。所以从这一仗之后东吴基本上没有能力对淮南再发起大型冲击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你观察孙武这个政权的话，孙权有一个网络上的混号叫孙10万嘛，他从逍遥津不断的就是在打孙权，而且每次整兵数量都非常多。孙权当时一代就是10万人上来打，一代就是10万人上来打，从孙权时代一直打到孙称秉政这个时代，基本孙吴北伐能力都画下了一个句点，可以这么讲。对，到此结束了啦。从此之后，孙吴这个政权就不太可能再有采取攻势的能力了，我们可以这样讲。
讲，可以说累积的所有的精兵良将在这一仗当中损失过大顺带一提，比较感人的一点呢，诸葛诞麾下的死士，在诸葛诞被杀之后，大概还被俘虏了几百人，最后是全部遭到司马昭下令，王姬等人将这数百人全部处决。这里有一个故事是这样来的当时其实第一时间是没有要杀他们，让他们投降。对，因为他们讲忠义嘛，有标志性的作用。那问一个要不要降，不降，杀一个。再问第二个要不要想，不想，杀一个，就这样子问了几百个人，没一个人投降的。对，他们都说为诸葛公而死无憾焉嘛。是对，所以其实也看得出来，说诸葛诞对于整个战局的准备是做得非常充分的，但无奈的几个点啊，就孙称太废，而且打了这几个月，淮南没有出现缺粮嘛，对，你就可以淮南窦孙城内部的准备是很充分，可以这样。他们最大的问题在于说运气不好啦，就原本以为在这个时间点会天降大雨，结果硬是一滴雨不下。当最后魏军全部冲进寿春城的时候，整个寿春地区就降起了滂沱大雨，甚至把曹魏的几个军营都给冲垮了。所以你说天要助谁？天要助司马昭，你能怎么办？本来以为到了夏秋这边会下大雨，结果竟然夏秋这段时间几乎滴雨未降。对也只能说天时不在诸葛诞这一边了，只能这样讲。是，那这个影响是极其巨大的啦因为这件事情之后，就诚如刚才学长所说的，第一个外部的障碍，孙吴的战力已经消失了，而内部的障碍呢，这些外政将领，最后一个最有战力的诸葛诞也完蛋了，所以基本上内外扫平啊。那还有一个点，司马昭的个人声望达到前所未有的大，是的，辉煌的胜利嘛。我个人评估这个时期他的声望甚至超过了司马师。是因为他的哥哥没有取得过这么大的胜利。对，虽然淮南二叛也是赢，但是二叛终究它的规模跟三叛比起来，还是有很大的落差的对，那也可以这么说啦，这个是曹魏这个王朝虽然不管谁主政，除了灭蜀之外，最大的一次的胜仗。对，甚至有史家认为说奠定三国统一的基础。对，好，因为就把有生力量的东吴给打残了嘛。对，当时唯一可以跟曹魏北方的王朝1对1对决的，剩下东吴了。对，那东吴这一次精兵良将损失巨大，也等于是宣告南方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力量单独对魏国作战，所以未来统一的道路可以说在此就宣告铺平了。我们可以这样讲。是，那当然获得大胜干嘛？继续篡位啊！篡位列车要继续开嘛，对，行废立之礼，而且这次废立不是要单纯废掉一个魏帝他可能要直接自己要上位了。这也逼着本来呢就对司马昭很不爽的曹髦呢，得加紧动作了所以这一段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这个时候已经到了西元258年了，接下来就长达了2-3年的政治斗争一直斗到260年。司马昭这时候有急迫感因为他哥哥暴毙的事情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嘛，要掌握时间而且最重要一点是我们刚刚前面讲过，他时机基本上也都成熟了嘛，司马家内外都已经掌握住，是对他来说整个篡位的列车这时候应该要全力开动了建构他们司马家的天下了，我们可以这样讲。曹髦这时候年纪还小，才13、14岁但历史上对曹髦的评价还不低当时司马师曾经问过钟会，钟会是钟繇的儿子，他也是士族出身曹髦的能力怎么样？钟会当时回答：文同陈师五类太祖，对不对？各位，陈师王就是曹植嘛，是不是？我告诉各位，在杜甫之前，古代的诗圣就是曹植另外说他在武略方面可以媲美太祖曹操但这个小孩究竟有没有这么厉害？其实我个人是也保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可能钟会这些人想敦促司马昭，你不要再犹豫了，赶快动手，免得夜长梦多有这个味道在。不过曹髦的确展现出相当大的勇气啦，愿意拼死一搏嘛，对不对？我们这里以曹髦的诗作给大家来鉴赏一下，你就知道曹髦的性格是长什么样曹髦现存诗作只剩这2首字数虽少但是呢有没有他的部主辈的遗风？大家看第一首诗呢是记载在现在的太平御览里面的干戈随风靡，舞伎齐雁行。那另外一首呢是在北唐书抄里面的赫赫东伐，悠悠远征，泛舟万烧，屯卫牵引。我们已经不知道曹髦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把这一些诗作给写下来，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写的都是武诗对，东伐有可能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平定淮南嘛，有可能，因为这一仗他跟郭太后也都被司马昭要求亲自御驾出征。我跟你讲，司马昭这次要他们跟着一起御驾出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怕他们留在洛阳又作怪，所以干脆就把你带到我身边免得像上次我哥哥死掉之后，你们又想要搞那些花样是一
一样。可是你从诗作上来看，你可以看得出他的文采跟气度哦，确实是相当有雄心壮志的，不像前面被废掉的曹芳，或者是接着他后来的曹奂，风格很像曹操的诗，很有枭雄气味哦，对，这样有短歌型的感觉啦，可以这么讲，没错。好，所以曹髦开始有一些动作啦，他开始集结了一些他身边的亲信，但当然我必须说啦，这个时候还会放在曹髦身边让你有亲信，那曹丕就是棒槌嘛，所以其实对曹髦来讲也很难有什么选择，但他没办法，他只能拼死一搏，而且司马昭的动作是越来越明显的，比如说258年的时候，司马昭就暗示曹髦要封他为晋公嘛，加9次，那9次是9种礼器啊，天子礼器啊，基本就是要篡位，这就是曹丕所发明的嘛，然后再推迟，你让他一直推迟到一个数量级的时候，就是正式要上位了。那到了259年的时候啊，司马昭动作更明显了，重新安排各军区哦，学长。对，259年这一次啊，对司马昭来讲，他就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把当时整个曹魏在北方各军区的人选做了一次相当程度的调换啊。可以说，他这一次等于是要达成一个很重要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就是要让整个曹魏内部官僚体系，不论是文官还是武官哦，都做一次非常大的调整。我们可以这样讲哦，就是让所有还有可能对司马家造成影响或有什么不利的这样的状况的可能性，把它降到最低啊。我们知道，当时像驻守在青州、驻守在司隶啊、驻守在许昌、颍川，甚至于驻守在关中这一带的指挥官或者各地的将领，都被司马昭做了一些重要的调度。有些是东西对调，有一些是直接换新人顶替上去，这都是司马昭把军队的事情进一步掌握在手中啊。那这件事情对整个司马家的篡位来说，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完完全全准备完毕的这样一个地步了哈。那曹髦这个小朋友这时候才17岁，对不对？高中2年级哈，也在做准备。曹髦当时的准备是他希望能够由他的亲信来掌握禁军啊，由禁军在洛阳这边有所行动，来铲除掉司马昭。当时曹髦身边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人，包括当时的荣从、仆射、李昭，另外像几个重要的朝臣王审、王经、王业啊。其中最重要的是王审啊，因为王审是太原王氏啊，而且王审当时已经担任过尚书了啊，也就是他的官职跟品义比较高哈。他希望能够结合这些人，能够进一步罢黜司马昭哈，能够有所行动。当时曹髦甚至于在甘露5年，就260年的6月啊，曾经很愤慨的讲过一句话：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吾不能坐受废辱，就是我绝对不会坐以待毙，不会让司马昭就这样子轻易的把我干掉哦。这个事情当时已经在策划中，可各位你可以想想看，当时所有人心里都有数，如果你跟着曹髦这样一赌，能胜利的机会大概1/1000都不到，怎么可能会成功呢？哈，司马昭这时候已经可以说完全掌握朝廷，废帝哪一天只要看他心情，任何时候他都可以做嘛，是不是？所以这个事情曹髦在规划的时候，王审跟王业却出宫之后，就立刻将曹髦密谋的事情透过一些管道泄露给司马昭哈。司马昭立刻就召集他的亲信中护军贾充。各位，中护军这个职位又出现一次了，知道吗？中护军就是禁军的指挥官，对，司马师、司马昭都做过这个位置。各位，贾充很重要啦。贾充除了他们家家世很显赫之外，我们知道贾充后来有一个女儿非常有名，叫贾南风啊。各位，这个女人后来几乎是断送了司马家的江山哦。晋惠帝的太太，对，没错，非常厉害，历史上的贾后嘛，对不对啊？当时司马昭就召集贾充，叫他做好准备，随时准备调动禁军，把密谋灭掉。曹髦知道了密谋已经失败，他只有奋力一击，他就立刻召集他身边历史上称作的宫人，所以宫人在我看可能就是他身旁那些护卫啦、太监啊、仆人啊，据说也召集了300多个人，手持武器。曹髦也坐上马车，手持宝剑哈，准备要向司马昭发动最后一击。司马昭的一个弟弟叫屯骑校尉司马攸哈。当时曹髦的车队就在东门外面附近碰到了司马攸，当时曹髦立刻就呵斥司马攸，叫司马攸立刻散去啊。司马攸当时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怎么作为，不过中护军贾充当时已经知道这个消息，所以中护军贾充立刻就带着禁卫军啊前来东门这边，就跟曹髦的队伍就遇上。当时贾充的一个部下叫陈济，就一马当先啊，带着几个人先斩杀了几个曹髦身边的工人，杀掉之后啊，手持长剑就往车
车内奋勇一刺哈，据说这一刺当场就刺穿了曹髦的胸膛，曹髦当场就死在车上，死的时候虚岁20岁了，其实还不到20岁哈。曹髦被杀这件事可以说是发生了严重的事件了，弑君嘛，对不对？对，我们知道其实过去哪怕是曹丕篡东汉，也没有发生弑君。对，这里有一个小故事补充给大家，陈纪跟陈粹他们这对兄弟是司马家的死士，相不也是这样子哦。贾充当时命令陈纪要动手的时候，陈纪很迟疑呀，对，该动手吗？该杀皇帝吗？那贾充就呛他们2个啊，你们为司马公效命的时候到了，等什么？动手，最后才真的动手啊！所以可以见得说，弑君这件事在这个时代是多么严重的事情啊！对，人家兄弟知道嘛，他们一动手以后，责任就在他们头上。对，他们心里有数。这个消息呢，很快就传到了大将军府邸里面。司马昭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人都快昏了，竟然发生这么严重的政治事故，不应该把这个小朋友杀掉的啦。是，所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臭名就因此流传到现在啊。接下来要怎么政治善后呢？那我们就期待下一讲再来跟大家好好讲一下了啊，好吧？那今天聊到这里，最后我们简单做个总结吧。哈，其实总结是这样：司马昭上位很突然啊。但是呢，能够成功的平定叛乱，使得他可以微服内部，也改变了三国整个的格局。也就是说，为日后统一已经做出了非常巨大在军事上甚至在政治上的贡献。但是他的政治智慧呢，在于处理他跟曹髦关系是不够的，所以引发了曹髦激烈的反扑啊，最终酿成了如此严重的弑君的政治事件。那这个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未来司马昭能不能够真的篡位，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哈。但是有必须说了哈，成功的度过了从司马氏到司马昭的衔接期哦，也延续了司马氏的专权哦，晋朝的天下一步一步在逼近啊，即将诞生了，我们可以这样讲。好，那今天关于呢司马昭呢如何变成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个臭名远扬的大昭昭啊，好，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司马昭的故事还没结束啊，司马昭可是秉政10年的各位，他后面又发生了什么精彩的故事呢？他如何去料理善后曹髦弑君这件事情啊？当他听到这个消息，人都快昏了，这怎么办呢？这个臭名震惊，太震惊，太震惊了！大家要了解一件事，这时候是世主的天下，服世主者须有亲民啊。对，如果你没有好的名声哦，你啥事都别干。在这个时代哦，服从儒家的礼教，没有错哈。就算是弑君这种事情，对不对？对，就算是要篡位，也要舒舒服服的请人家下去啊，知道吗？哦，这个是很关键的，好吧？那关于司马家篡位的故事呢，我们会继续的讲下去。我们今天历史讲堂大人视线我们就聊到这里。最后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最重要是加入我们的会员，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良彩。欢迎大家超级留言，超级感谢，也可以用线下的赞助，绿界、微信、PayPal、支付宝，还有邮局，让我们有更多的粮草，可以做出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今天谢谢学长，好，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就下一期再相见喽，拜拜。拜拜。